你跟朕借钱，朕的银子都是国家的，朕没钱。皇上，有比您有钱的呀。何大人，你借点银子给纪大人还账吧。和珅又被纪晓岚坑了一大笔银子，不过这一切全是他咎由自取。为了阻止老纪去浙江出差，和珅特意派人联系安插在纪晓岚身边的张了了，让他趁着大家上朝时将纪晓岚府里的家具全都换成最贵的。而小月作为一个下人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瞎折腾。小月原以为购买家具的钱是张小姐自己掏的腰包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却表示他一个唱戏的，哪里能存得下这么多银子？那东家一听说是我们家老爷的，说没关系，先抬过来，往后再算账。什么？这么多钱，你让先生付啊？这可把小月给吓坏了，当即询问他有没有将此事告诉纪晓岚。可是张了了却表示要给老纪一个惊喜，而他的这番心血果然没有白费。纪晓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，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张了了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，说这批家具总共花了1500两银子，这让纪晓岚感到无比的心痛，难以承受的他竟然当场晕死了过去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小命。不过纪晓岚却没有埋怨张小姐，毕竟人家也是一番好意，想把当朝一品的家里弄得气派点，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看上的女人。可小月却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一个劲在耳边念叨着1500两银子。纪晓岚一听就感觉浑身都疼，毕竟他一年的工资也才不到200两。就当老纪为了银子而发愁时，张了了又跑来作妖了。这次他准备购买一大堆的出行物品，像什么床单被套、衣服鞋袜，甚至连大米黄瓜都要从京城带去。这杂七杂八的加起来总共有564样，折合下来差不多要花费1000两白银，这让纪晓岚越发的感觉头疼。可他又不愿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丢面子，只好咬着牙答应了下来。现在他也想通了，谈恋爱哪有不花钱的？与此同时，小月也在外面购买出行物品，不曾想竟意外遇到了乾隆。小月于是把心里的委屈全都倾诉了出来，表示纪晓岚这次是真的对那个女人动心了。小月呀，你跟了你们家老爷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他诡诈的很，身边有这么好的女人，他不动心，还能为别的女人动心？乾隆的甜言蜜语总算把小月哄开心了。随后他又掏出手上的玉扳指，交给了小月一个秘密任务。从来没离开过我，他们俩人都认识。到了天崩地陷的时候，把他拿出来，以哥哥的心意把事儿就办了。而纪晓岚这边还在对着账单发愁，不过他还是准备照着单子全都买回来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了还钱的办法，还让丫鬟去把所有的老板都约到指定地点，到时候方便一起结账。而自以为是的和珅还在戏园子里看戏，他觉得此次谋划肯定能拖住纪晓岚出差的脚步，便让卢卓放心大胆的去做假账，还叮嘱他提前找个替罪羊，好向皇上交差。很快就到了出行的日子，乾隆特意来为3人送行。一见到这个亭子，他又想起了当年流放取羊的事情。就这个亭子，咱们抓阄。纪晓岚耍赖，让咱们君臣2人吃不少苦头。万岁爷真是好记性。和珅只要一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就来气。当年在流放途中，他可是受尽了委屈，于是便委屈巴巴地向乾隆诉苦，说这次出门指不定又要吃他多少亏呢。不会，你们哥俩是135、246啊。他欺负你3天，你回敬他3天呢？皇上圣明，没错，135、246。几人闲聊了半天，还是不见纪晓岚的身影，乾隆不禁感到十分诧异。和珅也准备说几句老纪的坏话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走来一支车队，3人都被这阵仗给惊呆了。纪晓岚一路小跑过来向乾隆请罪，说带着女人出来就是不方便。乾隆见他这满面春风的表情，还开起了玩笑：“可贵啊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这么痴情，可贵的很啊！我不像人家何大人，有如夫人呐、长姑娘啊，四太太啊，打住！本来就来晚了，哪这么多话要说？乾隆这时准备举起酒杯给3人送行，可纪晓岚却说先别急着喝。随后他又让车队往前走2步，并向乾隆介绍起这些人的身份，说他们都是京城各大店铺的老板，有开家具店和绸缎庄的，还有开粮行和杂货铺的。乾隆听得头都大了，急忙开口打断：“你把他们这些掌柜的带来干什么呀？”纪晓岚这才开始步入正题，说此次出行带了2个女人，所以准备的东西就丰富了一点，但如此一来开销就增加了许多，而自己一介清官哪有这么多银子？可这些生意人非逼着自己还钱，还说不给钱就不能走。说罢就向皇上伸手借钱，这可把乾隆惹怒了。怒斥纪晓岚出个差却整出这么多闹心的事情。不远处的丫鬟见状十分担心，害怕皇上真的降罪于纪晓岚。可小月却知道皇上跟老纪是在演戏呢，而和珅也趁机提议免去纪晓岚的钦差。免了他！谢皇上。嘿，休想！你瞧他多高兴啊！纪晓岚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那臣就只有向您先借点银子，把他们先打发走，再上路。乾隆忙说自己的银子都是国家的，哪能随随便便就借给私人使用？纪晓岚于是向他使眼色，说您旁边可是坐着大清第一首富呢。这下乾隆算是彻底明白了，原来老纪又在想方设法的坑和珅呢，于是便找了个借口离开此地。噶尔丹有战事了，朕得回宫。临走前，乾隆又给和珅下了道命令，让他借点银子给纪晓岚还账。和珅听后瞬间亚麻呆住，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我服了你了，这回我服了你了啊！